来新闻大白话，苏王会谈之后，美中的关系现在要重回斗而不破的状态吗？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提到说，会谈的重点呢，有讲到就是台湾跟红海的议题，但是有一点在白宫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不过资深有官员就透露说呢，苏立文有提到美方持续关切这个中方不公平贸易政策，还有非市场经济作为等等对于美国企业造成的影响。那么美国对大陆呢，其实也在实施所谓的各种限制哦，像是呢，美国两院呢就提出法案，要将华大集团赶出美国市场。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针对云端运算服务商啊，提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哦，就是要限制他们来提供给中国国营企业 AI 的一些运算能力啊，像是亚马逊旗下一些公司呢，预计这个影响就会是最大的。那另外，雷蒙多也提到说，29号要公布的新规是要求美国云端运算的服务商掌握和 AI 训练活动有关的客户背景，主要就是说不能让中国利用美国云端训练模型。好，另外呢，还有是艾斯摩尔也首次的证实说，今年呢不会获得向中国运送一些的这个浸润式的紫外曝光机等等的出口许可哦，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呢慢慢有陆续更多的限制哦。可是呢中国大陆似乎也不怕说没有晶片的问题哦，因为呢你看到在这个路透呢对于一个这个中国招标的文件审查当中呢，就显示到说，中国军事机构、国有人工智慧的研究机构呢，以及有一些大学，他们在过去1年当中还是可以购买一些小批量的这个晶片，那这些晶片是美国禁止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那我们就看到，其实华为呢，他们现在也趁机的呢要来抢高阶的市场了。2023年下半年呢，在大陆高阶机的市场比拼说已经是蔓延到了价格上了。因为有分析师就认为说，华为不仅不会降价，反而呢可能涨价来对抗苹果。那当然，现在呢，华为准备重返手机市场4强哦。专家呢就说，这个自研系统以及 AI 策略呢将会牵动后续呢整个市场的变化。那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手机晶片这些哦，另外呢是在电动车的部分哦，说是呢冲击到欧洲非常严重。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说德国的经济衰退所以比亚迪他们现在呢已经登顶成为中国销售第1了的最畅销的一个汽车品牌哦。那德国就是也提到说呢，这跟汽车工业的前2场革命是一样的，第3场革命地理核心就在中国，中国已经是电动车市场的一个算是比较领先者的位置了。那另外是呢，在这个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这个智库呢也警告说呢，其实中国的电动车安全问题他们认为恐怕是比5G 网络还要大的，所以呢呼吁政策的制定者赶快采取行动，不然后续可能会衍生一些安全上的问题。那内容也提到说呢，目前的新车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会搜集一些数据来训练自动驾驶人工智慧，车内的驾驶和乘客哇，这行为可能很危险，因为也会受到一些监控然后甚至提到说呢，这些数据恐怕都会危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哦。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美中现在的关系是不是也重回到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个状态？对，今天就是说，美国已经跟中国大陆的讲的也蛮清楚了，他就是说，能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激烈斗争的地方就激烈斗争。像这个苏勒文他也诠释过，他说美国该激烈斗争就是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出发，有一些产品的技术它必须要对中国大陆进行限制，那这是一个小院高墙，所以就是说这个不是所有铺天盖地的什么都围起来不让中国大陆拿到，那他说这些特殊的科技部分，它要挤一个很高的墙，不让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大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NVIDIA 辉达它的这个 AI 晶片，事实上 NVIDIA 的 AI 晶片在全世界的市占率是90%，那中国可能是它这个美国境外最大的市场，因为它20%的营收是从中国大陆市场得来的，所以事实上 NVIDIA 的这个老板黄仁勋是非常不愿意怎么讲失去中国大陆的市场。所以过去美国不让他卖这个 A800、H800 这2个他的这个龙头的这个产品他跟美国政府谈判说，那我生产特别
一款晶片，那么专门提供中国大陆市场，可是呢不会影响你的科技管制，那就特别为大陆的设计了一个叫 H800 跟 A800 这两款晶片。可是美国政府经过评估以后它的商务部前阵连这个特供的晶片也把它禁了，所以就变成他现在要提供另外一款晶片。后来中国大陆的厂商，他的这些使用这个辉达晶片的厂商就说不行，这个实在效能太低了，比你原来的只有1/10，这我不符合我需要。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华为他们的海思，也就是它的这个晶片设计公司，它已经设计出一款晶片叫升腾 910B。那这个升腾 910B 比原来这个NVIDIA 特供给中国大陆的这个 H800效能上差不了多少。所以呢，事实上中国大陆未来可能就是说 AI 晶片只有靠自己了。那除了这个华为有提供 AI 晶片，那么事实上使用 AI 晶片的就像阿里巴巴、腾讯，他们早在3-4年前2020、2020、2019他们也自己研发了 AI 的晶片，也慢慢也在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使用自己设计的 AI 晶片。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黄仁勋的这个NVIDIA 来讲，他认为是一大警讯。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像 ASML 做光刻机的他的老板最近就说了，因为美国已经又禁了他2款，最近再加一款3款，这个所谓的深紫外光的光刻机，已经不是第一线的产品是第2线的第2线的最前3个产品，他又给他砍掉了。那这个 ASML 的老板就说了，他说我们现在西方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产业，对中国大陆有关晶片生产器具的这种限制，好像我们自己是躺在铁轨上来阻止中国这辆火车往前冲。他说这个东西你自己本身我们是用自杀式的，可是呢，他说也没有办法挡住中国这个将来靠自己能力生产出他自己的产品的这一个整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当然美国政治制度他不会看得太远了，所以他能够挡就挡。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挡不住的话，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华为的这个 Pro 60手机一样 ，Mate Pro 60是一样，他一下他就冲出以后就整个西方的这个像 Apple 的话就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美国的做法事实上是对美国有利呢，还是对美国有害，这个是很难讲的。来进长。我经常拿出一些论文来讨论那这些论文呢，其实它都是在这些高科技研发的前期，它进行模拟的。那其实也就代表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它的那个无论是军方或者是学术单位，都需要非常多的这些高阶晶片，用作为无论是人工智慧或者是超级电脑的使用，或者是它风洞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出来的计算，它其实都需要这些高阶晶片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东风17的这个乘波体的高超音速飞弹，它如何形成的？它不是随便捏一捏直接模型做一做就放进风洞，没有，都是先做模型的。例如说，我现在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张叫做低轨卫星在反舰作战中的干扰效能分析。它这个分析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数值的推导。这些数值的推导就是刚刚我所谈到的，也就是说，它经过这些数值验证之后，它才会进入到实体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子才能够最为有效的，而不会浪费这些经费的投入另外我们最近几天台湾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太平山或者是合欢山降雪，我们有想过吗？当我们开着特斯拉上去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它的电池会在上面没有电？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比亚迪它到底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呢？是我们直接看这张图这是比亚迪公布的，
它利用了什么？它利用逆变器所产生的热能来加热这个电池，让这个电池不会发生这种低温无法充电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台湾低温只不过就是-1度、-2度，大概不会就是以平地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合欢山、太平山而言。可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到漠河市北极村的这些，他们那个温度是多少？他们是-30度、-40度。那这一种电动车如何开动上去呢？实际上我们讲说，比亚迪它就提出了这种保证，也就是说它的电池可以这样使用，这个就是在生活中得到的解方。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芝加哥最近因应了有那个近年来最大的风雪，没有办法因应，比亚迪做出最好的示范。刚刚讲到电动车，来，彬哥怎么看说？真的威胁比5G 的网络还要大吗？其实是真的，因为但是这个威胁，你以为只有中国车会对欧洲车，不是对欧洲有威胁吗？不是的，全世界的这一类车型，它都在收集数据。我们台湾现在也是啊。其实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它上面都是一大堆的感测器，那这些感测器都会把数据收集起来。那收集起来的时候，正常它就传给他自己的厂商，那他的厂商就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去改进它的自动驾驶的这一些技术，然后去它的模拟演练计算。可是这些数据，你往好的方向用是这样用，可是往不好的方向用呢？它一样可以感测到你很多，比如说你的行为模式啊，你固定会去的路线啊，然后在哪一个地方有哪一些机具、哪一些设备啊，这些记录都会记录下来。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对，你会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些数据会担心，但特斯拉采数据你就不担心了吗？特斯拉不是一样会采取你的数据吗？那你们怎么不担心呢？你们都不担心美国会窃取你们欧洲的机密吗？美国一直在窃听欧洲，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你们为什么不担心这件事情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欧洲，包括我们台湾，都应该要赶快立法。去对这些，因为车子上面越来越多的这些相关的感测器，它到底能够传输什么样的数据，然后会收集到什么样的资源，我们要赶快立法来做，也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啊！因为这个对全世界各国未来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他们都已经有规定。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是这个苏王会登场哦。苏立文呢特别飞到了曼谷来和王毅进行了会谈。那会谈的时间呢超过了12个小时。白宫的资深官员就说，这是美国外交沟通的一环。不过呢，强调说不代表美国改变对中政策。而王毅呢，则是提到说，台海和平稳定。就点到喽，最大风险是台独，美方要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实到行动上，支持中国和平统一。那苏立文呢自己也提到说，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哦，重申美国依然是致力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联合公报等等的这个一中政策。美国也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来改变现状，直言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当然呢，在这场会面之后，大家很关注说，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会面呢？就有提到说，苏立文跟王毅也同意维持战略沟通的管道，所以不只是内阁层面哦，像是一些双向的访问啊，甚至是包含两国的元首领袖，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也会来进行通话。好，那为什么呢？这一次苏立文特别要这样跑到曼谷呢？难道是因为很多全球的战场上，中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吗？好，我们就看到，首先在东亚的部分呢，共机共建39架扰台。那除了这个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了。那俄罗斯的舰队，俄罗斯的军舰哦，发现说它也行经了花莲外海哦。这是在26号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呢，就被日本自卫队发现，从日本冲绳的海域往西南的方向行经了台湾花莲的外海。那这难道是中俄联手对台吗？中日同步也声称说，这个在中国海警局就发现到日本的一个渔船和数艘的巡视船，27号非法进入到钓鱼台群岛领海，陆海警舰艇呢都依法对它采取了必要的管控哦，那么也警告驱离了。日本的第11管区呢海上保安总部就提到说，大陆有个海警船一度甚至是
驶入了间隔领海哦，这是今年的第2次了，连续呢37天在他们周边都发现有中国公务船。另外，除了呢在东亚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啊，尤其在红海哦这个以哈的冲突，也门的叛军呢是首度攻击了红海的美舰哦，这叛军是这个青年运动哦，他们在26号的时候呢，就以反舰飞弹攻击了美国驱逐舰呢和一艘英国的邮轮，而这也是美国的军舰首度被锁定攻击。那当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现在也面临说2栖船舰短缺的问题哦，所以呢，他们的副司令呢也说这个军种单一最大生存的危机哦。好，近期呢，甚至还传出说，在红海啊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呢，就出现了所谓蹭船这样的行为哦。什么叫蹭船呢？就是说呢，有很多西方的国家船只，他们担心开到这边的时候被打嘛，所以呢，他们呢就会透过围住大陆货船的方式哦，来强行组队哦，等于说这些货船是被组队来保他们的平安哦。外媒就提到说，大陆官员就要求伊朗的官员要约束胡塞组织，避免攻击大陆船只，所以呢，甚至直言说，大陆利益如果受损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跟伊朗的贸易关系。所以很多的其他西方国家就认为说呢，跟着大陆的船只就比较没问题了。还有另外一个战场是在俄乌的战场哦，英国的这个媒体就提到说呢，美国国防部有一个非机密文件资料提到，有鉴于说来自于俄罗斯的威胁升高，所以美国也打算在英国部署核武。如果这样的话，这是15年来的第1次哦。那另外呢，拜登政府呢，这个对于美国挺乌克兰的方针呢，是不是要稍稍来改变了呢？因为呢，说这个新方针啊，就是不着重于收复失土，而是协助基辅能够挡住现在俄罗斯的新攻势。那我们也知道乌俄战争啊，这个打了这么久的时间哦，那接下来怎么样呢？能够来停火呢？所以呢，就有传出说，乌克兰的这个邀请习近平呢要来参加和平峰会哦。乌克兰总统外交顾问也直言说，如果大陆能够参与的话，这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这个苏王这场会谈哦？那有没有真的有实质上的一些进展？我觉得苏王主要从中国大陆公布的消息来看，就是要谈台湾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中间最敏感的问题。那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海的情势失控啦，所以这个部分中国大陆对蔡英文对赖清德他们这一组人当选啊，事实上也已经出手了，之前就已经在 ECFA 问题上已经出手了。那现在就不晓得在 ECFA 问题最近还会不会有后续的动作啦。可是外交战线已经开打了，我们已经看诺鲁已经跟我们断交了，接下来图阿鲁现在也传出也不稳嘛，对，所以呢，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前2天大陆有39艘嘛，不是这个军机哈，这个通过台湾海峡，另外还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从台湾的东海面哈也驶离了，这是从日本那边传出来的消息啊，所以军事的部分看起来，从选举的最后期到选举完，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比较克制的做法，看起来慢慢现在又有一点点改变啊。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现在他没有办法怎么讲呢？同时面临3场战争，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对美国来讲已经焦头烂额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在加沙走廊战争哈，也让美国备受压力。再加上一个红海啊，这个也门的这个叛军，他们现在在攻击跟以色列相关的商船，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都是跟美国直接相关的。所以台海问题，美国我想基本上希望它能够怎么样，不改变现状。那不改变现状，中国大陆呢，事实上话，他跟美国讲的，我想就跟王毅讲的非常清楚啊，那么就是台独的问题。那像这个赵春山他们老师，他们也就讲说，蔡英文从头到尾没有讲过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啊。那赖清德是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是台独工作者，所以他上台就代表台独掌握了政权，虽然是一个少数这个人支持的政权，可是他还是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机器啊。所以中国大陆那边是高度警戒，那美国也很怕中国大陆这边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所以这个苏洛文跟这个
王毅见面大陆讲法就是主要谈台湾问题。那大家在赖清德当选跟前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台办都发言人都讲了一句话是非常重的，他们说台独与和平是水火不容。那赵春山老师也讲说，对于未来两岸的关系非常不乐观。不过他们那次那个节目，我看他们基本上他说台湾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完全听美国的。那美国对台湾，尤其赖清德这个行政部门也是加强的管控。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苏勒文跟这个王毅见面是等于苏勒文他把这一次美方派到台湾来的这几个代表团，还有美方跟台湾这个赖清德这个他们接触的情况那么去跟王毅做一个汇报的，让他知道现在这个赖清德他们跟美方谈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美方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信心呢，能够阻止赖清德推动台独路线的做法？不管推动台独路线，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他嘴巴怎么讲，另外就是他实际的做法怎么讲。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采取过激的做法，所以他们是站在第一线。所以你看，派了很多这些高层的代表团，包括上个礼拜才来的美国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跨两院的这些代表团也都来，那也都跟了赖清德这个团队谈了很多。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很紧张的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满意赖清德的言行，还有他这些未来的，如果因为缺乏安全感，中国大陆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的话，不符合美国现在的这个利益。所以美国现在等于说基本上不断的在掌控赖清德。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后呢，两岸会不会这个关系失控我觉得美国也不见得能够管控得了。最后还是要看赖清德他怎么对两岸关系做怎么样的表态。当然刚刚提到说两岸关系在这一次这个苏王会谈非常重要。来，这个舰长怎么看说俄罗斯的舰队发现行经花莲外海？俄罗斯的舰队行经花莲外海其实只有一艘那也就是它的光荣级的瓦良格号。那太平洋舰隶属于太平洋舰队，从海参崴一直南下，然后经过我们东部外海。但是我们这样子讲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图，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在与那国跟那个其他西南诸岛之间穿越的。那我们刚刚所讲到的瓦良格号就是这一艘那比较大家应该要注意的是这一张图。这张图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国防部他在27号所公布的这一张图，现在国防部已经改了这个图，改了这张图叫做什么？叫做不让你看。果然就是国防部就是来包裹住，妨碍你看，不让你了解真实的事项。他以前都会把航机画出来，现在全部画一个框。你画一个框是什么意思？你干脆不要公布。你公布的最清楚的是什么？你公布最清楚的是气球气球飞越我们上空，你公布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那但是这里面如果我们细看文字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一共有39架次的以及飞机以及船舰在海峡这边活动，但是有25架其实穿越了海峡中线。那我们必须这样讲再强调一次，海峡中线没有任何国际法的支撑，也就是海峡中线是当时美国画的，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承认这条线。那至于说大陆有没有可能跟俄罗斯合作，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也就是第6次跟第7次的中俄两国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其实我们仔细的看，在这第7次它其实已经到了东海了，已经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个附近了。那这第6次呢，也就是去年的6月6日，其实它在黄海以及在日本海这个附近，你说它有没有其他的意图呢？其实当然两国是配合军演的。那你说空军不代表什么？那我们来看看海上海上也就是我们看到北部联合2023军演的时候，它其实是
直接从日本海穿越青津海峡，然后绕一圈。你说他们平常那个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或者是跟澳洲这些国家一直在合作，做什么？他们叫做共同可操作性的一个演练。那现在中俄两国不是吗？中俄两国当然也是啊。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两国一起合作？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来，彬哥。其实你看这次苏立文急忙忙的跑到泰国去跟王毅见面，你就知道情势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很多。我老实讲，我们台湾现在好像一副没事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外面已经风雨飘摇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大陆对赖清德上来非常不放心，他认为赖清德极有可能走向台独，那要求美国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保证赖清德不会偏向台独，因为如果赖清德一旦偏向台独的话，或是明示台独的话，那大概解放军就不得不做出反应。所以我觉得大概这一次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就在磋商这一些事情。那美国当然一方面希望能够降低中国大陆在台海附近的行动，那另外一方面希望他在红海啊其他这些相关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帮忙协调。所以苏立文急忙要去见王毅。那现在赖清德到底有什么办法去让美国让大陆都放心呢？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选前不是有3个学者提出来吗？希望赖清德你就直接宣誓你是民进党党主席嘛，你就冻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这样子的话至少可以等于说是表现出一种善意，也向世界宣示你不会走向台独这条路。那这样是不是相对可以让大陆比较放心一点，也让美国比较放心一点？可是赖清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回应。我个人认为，当然以他的立场来讲，他会很困难。可是如果他愿意做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至少能够把目前这个态势缓解，就让美国也不会再对赖清德忐忑不安。那大陆这边也是一直在做他的整个布局，因为他就是在看台湾你到底要不要动。那因为台湾一旦出事，一定会牵涉到旁边的这些国家，他们也都在担心这个风波会不会扩大，所以大家都在看。那解放军他在这个钓鱼台这个地方，其实他已经长期就用自己的存在来展现他这里就是我的领土，所以他已经不断的就在那附近一直不断的巡航。那甚至以前都是日本的那个这些船只来驱逐我们台湾的船只，那现在是大陆反过来，他去驱逐日本的船只，他就是要告诉国际，他这个地方是他的领土，他存在这里。所以日本现在也是头很大，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个钓鱼台这边对峙，其实对日本的资源来讲也耗损非常多，所以日本这几年也是不断的在提高他们军事相关的预算。所以我觉得台海周边的情况其实是非常诡谲莫测的，可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粉饰太平，都不告诉大家真正的状况发生在哪里。我觉得台湾人到最后被温水煮青蛙，被人家端掉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会谈哦，有个很大的重点，除了统海，另外就是台湾的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红海冲突，刚刚谈到了苏立文跟王毅2个人对话，在中东这里的发展恐怕是很重要的中方的谈判筹码，所以被形容中东危机雪上加霜，是因为也门的青年运动第一次直接攻击美国的舰队，虽然攻击的这个火炮立刻是被拦截下来了，所以没有实质的造成影响。但是攻击美舰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青年运动这边表示，美军跟英军发动2次空袭，目标都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出口码头拉斯伊萨港，所以直接这个青年运动去攻击了英国的运油的船舱。那倒过来的，美军跟英军去攻击的是也门的石油出口的码头，这感觉是互相攻击来的情况是越来越激烈，这也是中东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海上冲突。但是红海危机，中国的角色是什么？中国大陆施压伊朗约束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袭击商船所以形成一个有趣的画面跟现象，就是说，中国的船舰经过这里是不是相对比较至少比英美啦这些国家安全一些吗？那么中国官员要求伊朗官员协助约束行动让这个暧昧的立场有改变跟变化吗？
外国船会蹭船这个画面出现的时候，就代表跟着中国船队比较安全呐、把中国货船围住，然后一起往前走。除了说当然中欧班列需求升温，这个是替代性的需求之外，英美甚至形容中企是投机主义者，被陆美反酸是酸葡萄，代表说，相对在行驶这一艘航线的时候，这条航线的时候，中国船队啊是比较安全哦，所以大家蹭着团。跟着他一起走，而以巴冲突当然是源头啊。这个红海的冲突来自于以巴冲突，没有办法暂时告一段落。但最新传出了一个达成协议的消息了。《纽约时报》报道，以军将停火2个月，换100多位人质可以分阶段获释。这个报道里面说啊，美方把以色列跟哈马斯过去10多天的提议合并起来，当做一个基本框架。28号就会在巴黎进行协商。到时候，美国的 CIA 局长伯恩斯会加入会议。如果足够的进展呢，将会使得这个停火的消息可以有办法进行，因为这也是哈马斯提出来要求啊，我愿意放人质，但你必须停火。但相对于国内呢，拜登处理这个以巴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国内的大幅的支持，让他的民调又再度跳水了。民调显示，超过1半的民主党人认为以色列攻击行动已经过头了，已经到了这个种族灭绝的情况。只有37%认为拜登处理是支持以色列全面支持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所以呢，18到34岁之间的选民啊，年轻选民几乎是61%碾压式的不赞成拜登的处理方式，甚至最新的民调啊。拜登的满意度在任期第3年里，满意度39.8%，也是自卡特以来的最低，是创1950年来历任总统倒数第2名的民调表现。马上就要选举了，满意度如此，跟川普的竞争满意度互相的对比也是越比越低。这种情况之下，拜登当然会感觉岌岌可危啊。所以军火商呢怎么想？才不管总统是谁呀，反正这2位总统也都大力的会支持军工产业啊，所以美国地缘政治底下，土耳其又在从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申请案之后，因为它是唯一不同意的嘛，同意了之后，美国务院马上加码哦，赶快来卖军武咯，已经准许向土耳其卖价值230亿美元的 F-16V， 同时向希腊出售价值86亿美元的 F-35A， 那还有啊，继续卖啊，以色列正在加快最近美国要卖给他们 F-35啦、F-15E 啦，这些战机都是大单呐还要卖12架阿帕契啊，大批的弹药，所以现在乌克兰等不到军火跟弹药，好像是正常的。还有运输船不够，美军海军陆战队被迫寻求替代方案。美国海军陆战队面临两栖船舰短缺，所以五角大厦甚至暂停未来两栖船舰生产，考虑增产其他类型的船只，包括远征移动的舰地舰，还有快速远征运输舰等等。这显示着美方在内部的国防均衡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亮哥怎么看中东这一块哦？现在如果新的和谈停火可以达成的话，当然有办法暂时把这个红海危机舒缓一点嘛。这个其实难度还是很高啦，因为你要叫也门胡塞武装暂停攻击啊，可是他的诉求很清楚嘛，就是那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的攻击也要停止啊。那哈马斯提出了相对的方案啊，他说我愿意释放所有的人质了，那你要撤军。以色列立刻说：“我这岂不是等于投降吗？”他的理解就是这样啊。那以色列提出相对方案，说不然你释放所有人质，我停火2个月。那哈马斯就觉得你怎么可能呢？我把人质全部都给你了，那好，我还有什么筹码？所以对他来讲，一定是我释放全部人质就停火，那你要撤军嘛？以色列不愿意，不能只是暂时停火而已。以色列不愿意嘛？那以色列不愿意，美国就开始来了。美国就说，以色列你就接受2国方案嘛。那纳坦雅胡直接驳斥布林肯嘛，甚至我还听说，他跟拜登打电话的时候，还直接打脸拜登啊，说他们绝对不会接受2国方案。媒体有报道，外媒，对啊，所以这里就卡住了啦。就是说，那你要叫也门的胡塞武装如何停止？如果巴勒斯坦人还是不断的在加沙被压迫啊，那胡塞武装他没有停火的正当性呢，因为这个事情你已经闹起来了，你闹起来，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是一片欢呼啊！终于有人帮我们出气了啊！所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都没有停止啊。上他人很少啊，他人大概只有15000人，可是因为那个也门的海岸线那边有很多是高地嘛，所以美国对他就已经轰了8次，只消灭掉差不多30%的火力啊，然后火力又不断的在补充当中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圣城旅又派人去那边指导他们，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啊，所以只能够怎么说呢？就是你美国还是要回去劝以色列了，不然我认为这2个事情还是联动住。中国大陆会承诺了，说我竟然跟伊朗好好谈一谈可是呢，你以色列加沙那边都没有改善恐怕也只是短暂的了，长期难以维持了。是，我们休息一下，有更深入的讨论，马上回来。红海危机，全球的供应链都受到重大的冲击，而这一次呢，这个所谓军事武装组织连美舰都攻击，还好被拦下来了。这个万一攻击到美舰它跟攻击到商船是截然不同的。你知道商船不管运货运油，它可能20-30万吨，好大一艘船，对不对？它上面只有20-30个船员就这么少。一艘军舰即使像 Early Bird 这种船，大概8-9千吨，你看那么小，它上面可能有300个人。上面又有飞弹，又有弹药，又有油水，又有各种的装备，而且人员是那么的密度高，它如果被集中一枚，后果都会很惨痛，会死很多的人。如果挤到弹药上，那更是不得了。所以，如果这个集中一个这个军舰，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那胡塞也说，你以色列那里不要去打那个哈马斯嘛。那最近不是哈马斯也跟他们签了2个月协议，好像说能够停战吗？但是还没有现在只是纽时的报道，只是说而已。执行，但是我讲这个的不要期望太高，即使签订，为什么你知道？如果这2个对抗的组织是军队、国家的，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他签订2个月可能比较有保障，也不是100%比较高。但是今天他面对的是一个哈马斯，记住哈马斯是一个散布在民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固定的弹药，而且其中某一个人受到某一个刺激，拿起来一个武器对着以色列打过去，这2个月的这种协议就结束了。所以你要指望胡塞不去打这里，说是因为以色列跟他没有这些冲突的话，我觉得这个过度期待太好了，这个不太可能。所以显然这个风险是没有办法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太可怕了。因为他是游击队。对呀，是，他不是反击去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也没有用啊，对呀，完全是没有办法让这个风险往下降低。休息一下，继续来讨论哦。今天一个新消息是，北韩又射了巡弋飞弹对美国来讲，头痛的事情真的很多。拜登呢，在国内的选情民调数字也一直不停的往下掉。对国际的混乱，其实对于美国所投射的一个所谓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的确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拜登呢，不管是在乌克兰，然后到这个以色列，到这个加沙走廊，然后现在其实连他自己国内的这个边境都不断的发生这种所谓的人道危机，很多这个中南美洲的移民想要进入美国，然后在中途发生问题、发生危险，那或者是过去在这个去年还发生，就是每天可能要驱逐9000多人。所以说这个移民边境危机对于拜登来说也是很头痛的事情，所以他现在要跟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来合作，想办法要化解边境危机，那挽救他的这种公众形象。当有这些人道危机的时候，其实年轻人是最容易受到感动的，最容易受到触动了，就是。看中美之间除了对抗之外的对话，所以我们就谈论到了这个很
特别的场合是苏立文特别飞到泰国曼谷去跟王毅对话，而且2天见2次。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还没有做过任何的声明，谈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么昨天晚间呢，最后这个12个小时的超过12小时的对话里面，有新闻稿跟声明发出来了。来自王毅这边的说法，中方的说法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也是台独。那么美国呢方面所发出来的是说，致力一中政策，期待两岸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歧见。那中美两会寻求更多的高级官员，布林肯也将再次访中。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呢，也就是这个里头我们没有提到的，其实是拜习即将要通电话，这是2个人在2个沟通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结论之一。而这个对话结束之后，被这个苏立文他们形容说啊，白宫形容是坦率、实质性、建设性。那中国要不给的形容词叫做坦诚、实质、富有成果。显然双方的共识都是这样，双方都表示满意，但是美方用词显得更中性一点。所以对比这几次王毅跟苏立文的对话，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实质的进展。那这次的结论，凤凰网的分析是这样认为的：去年王毅布林肯会晤的时候，都选在离美国更近的维也纳跟马尔地夫了。这次会面的地点是离中国更近的曼谷，所以呢，是苏立文特别飞过去这个地点来看，有求于中国大陆的需求显然是更多的哦。同时，维也纳会晤的时候，官方通稿坦诚、深入跟实质性、建设性，这次变成坦诚、实质、富有成果。显然，成果是这次最大的交集，是进步吗？拿到了中国大陆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跟台湾有关，或者是跟红海有关，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呢？当然，苏立文、王毅在曼谷会谈美中是不是重回了斗而不破的这条路，成为很多媒体分析的形容词。在经过了去年年初很紧张的剑拔弩张、围堵来围堵去，跟各种的对抗，甚至是气球嘛，记得吗？间谍气球。那马上今年在选举年呢，预料说抗中的脚步会更严峻吗？结果想不到这2个人见面，反而让所谓斗而不破回到了更多可以对话的基础点，所以重点显然不一样哦。美国重点在中东、伊朗，中国大陆是台湾跟台海，但这个成果显然是不是中国大陆方面比较满意呢？其中有一件事情也被关注，波音的话题。我们前一阵子觉得不可思议，一大堆什么机门掉了啦，又烧车啦、烧飞机啦，那各种的可能疑似瑕疵的状况发生在波音的各种新闻议题里头。结果这一次呢，本来呢以为到中国大陆的交机可能会延迟，最新消息是大陆南方航空接收的波音737 MAX 27号已经降落在广州机场，同意交付了。所以这次的交付是中国大陆在波音的困难时期投下的信任票，表示未来还有几十架的新机都即将完成交付，不会被挡了吗？那尤其是737 MAX 出了最多问题的这款机型，也完成检查了。阿拉斯加航空宣布今天也复飞了，完成了第一波737 MAX 9的最终检查，恢复营运。本来是限制说管理，这个是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说要停飞啊，要检查完成之前，没有保证安全之前不可以飞。那现在也表示批准恢复服务，表示波音这一关过了吗？尤其到中国大陆交机这一波，是不是有跟这个中美当中的氛围有关？不知道，但的确好像它总算恢复了交机，也恢复了在市场上可以重新运作的能力。尤其是中美关系形容这个是雷蒙多商业部长他告诉大家说有恶意的阻挡活动。拜登政府也拟了一项提案，要求美国各种云端服务业者要了解客户的背景啊，实体怎么使用美国的资料啊，来训练人工 AI 的模型回报为了因应什么？就是中国大陆有各种恶意的活动啊这个感觉又硬一点要围堵中国的各种认知作战，又是从他这边来的那其实还有包括了佛州下了禁令。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不准进到实验室，因为前阵子已经有几个因此而回国去，甚至在机场被挡下来，都是跟研究法案有关。这个是佛罗里达的 SB 846法案，其中规定只要有中国大陆的学生的话，这样的研究生是不可以进到
佛州12所公立大学的实验室的耶，就连雇佣的人员也不行哎。那这个学生没有进到实验室，怎么完成学业？一定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去念了这个书，等于是拿不到学位啊。那么新法案的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呀。那尤其是对中国学生带来的打击、不确定性，也让学术界的黄金时代更受到了重大的冲击。这个直接有种族歧视，也直接让本身学生的权益受到了压力跟冲击。哇，是多么的怕中国大陆的学生进到实验室偷走什么研究成果嘛？所以中美之间感觉有对话，但是这种对抗跟围堵的氛围也仍然持续进行当中。亮哥，我觉得中美有战略上的一些小突破哈，都是跟地缘政治有关啦。那至于贸易战啊、科技战啊，还有因为科技战衍生的种种限制，这种不会改变了，而且会更严重啊！因为你要知道，川普即将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共和党一定是跟川普同调，那反中的基调会拉更高啊！那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共和党的基调基本上是关心美国经济啦，所以在贸易战、科技战一定会更严厉啊！那甚至最近拜登还否决一个方案啊，共和党提一个案啊，说美国所有的电动装不能够买中国货，哦，结果拜登把它否决掉。他说这个如果都买美国货，那我不用推了啊，就说他连这种案都提得出来了啊。可是地缘政治真的没办法，地缘政治就是美国真的对红海胡塞武装不断的这个侵扰。红海上的那些货轮啊，美国真的拿不出办法啊，所以事实上那个威廉科比他就公开讲了，那个科比他就说我们跟伊朗没有办法搭上线啊，只有中国可以啊，他就公开这样讲在美国的记者会啊，所以就意味着他真的认为胡塞武装背后伊朗可以使得上力嘛，那只有中国跟俄罗斯能够劝伊朗嘛，好，可是中国大陆啊。这个就有点罗生门了啦，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闹事大概11月下旬就开始了，那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事实上已经拜托中国很多次了啊，那目前就传出来了说，中国好像有介入啊，有的又说都没有结果这样啊，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苏立文如果真的跟王毅是谈这个议题啊，一定会谈得非常具体。不然你见面没有意义嘛？因为你要知道，像他们这么高层的对话啊，过去2次是证明有效的。第一次在维也纳，那刚好就处理掉了中国那个气球事件，是，然后布林肯就访问中国了嘛，对不对？是。那第2次在马耳他就促成了拜习会嘛，对不对？所以是有效的，表示他觉得这个管道只要用就要产生效果啊。那所以杜绝所有媒体嘛。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如果是真的要谈，拜托中国去劝伊朗介入红海啊，那中国大陆一定会开一些条件。当然是啊，我怎么可能白费功夫呢？所以大家传出来最可能的就是台湾跟南海嘛。南海就是，你不要叫菲律宾再来乱了，好不好？南海行为准则，人家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同意了，只有你菲律宾在乱，而且也不会有结果哦。这个是其中一个议题了。那第2个议题就是，他就会遵循原来的拜习会的那个时候有谈一些话题嘛。那其中就是习近平要求不支持台独要落到实处嘛。那习近平那时候提的2个要求，就是不能武装台湾啊，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啊。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那你秀给我看，你如何不支持台独嘛？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恐怕要绑安全带了，我认为美国一定是做了一些承诺，不然不可能写富有成果了。我讲白了，这4个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是富有成果，富有成果一定他有得到东西，不然中国外交部不会轻易写这样的字了。他顶多写建设性啊、实质啦、坦诚，就是彼此的矛盾讲清楚嘛。而建设性就是方向有了，可是富有成果就是有具体的东西。
连拜习会都没有这样谈，没有这样写。对，所以我认为一定是中国真的就是因为坦白讲，红海这个事对中国的贸易也是有伤的啦，因为中国是欧洲的，它是第2大贸易伙伴所以中国大陆也想处理可是相对上你美国比我更急着处理啊，所以他就会借机要求南海跟台海得到一些成果，这样。哇，绑安全带的这个概念是也可能对台海之间有一些承诺，不管是军售或是其他的议题嘛。事实上，在他们泰国谈的隔天我们就看到台海33架飞机还有军舰就绕台了，所以中国大陆是直接对台独很危险做了行动的表示嘛，对啊。那美方的底线也要展现他支持到什么程度？对，哇，这个是互相斡旋的状态之中，台湾的角色，舰长怎么看？我所以要讲，这里一直在讲说美中是斗而不破，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要斗，什么不能破呢？那依据我这个问题的观察，我觉得说什么都会斗，你知道，经济啦，这个金融啦，高科技的制裁啦，甚至军事的灰色冲突，这都叫做斗。可不可能停下来？不可能。可不可能布林肯跟谁王毅谈了说以后你就少制裁一点？不可能，那些都是不可能停下来，那一定会继续斗下去。那什么东西不要破呢？简单讲就是不要打仗，打起来那就破了，那双方都是这个叫做网破于死。那如何能够不打起来呢？那你就要去问什么有可能造成美中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那是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一再讲的就是台湾问题。所以每一次在这个讨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越讨论越详细，美台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越讲越细，越讲越细。官员到什么地步，军事合作到什么地步，你美国跟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管，但是台湾我们一定要管。这就是他每一次在这讲这些越讲越细的。接着我要讲一下我每次看到这个限制留学生的这些事情对不对？那真的是很悲哀的。像好比我就是军校留学生，我是公费出去的。那我们所有军校留学生出去，可能都有些人会跟你叮咛一下，如果在国外有什么机会，你有什么这些什么机密或者什么东西能够送回来。到了他交代我说我有没有那种责任感？有啊，因为我拿的是公费生嘛。可是我们一到了国外之后，3天我就知道那些通通是完全没用的。你期望我干嘛？半夜穿个黑衣服翻进个什么里面，拿个无线电这个钥匙打开来吗？不可能的。学生就是学生，而且一个国家如果对学生都没有信心，就代表他对他制度没有信心。我一个学生到那去，就算我对我的祖国原来有多么的向往，可是到了国外一比，才发觉物质啦、自由度啦、什么生活都差很多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的心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你要对你的自信要有自信。对于这些学生去开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残酷而且不人治的。而且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足国家，就是因为你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要有自信，这些人到了你们国家会留下来作为你们美国的人才。楚教授怎么看刚刚亮哥觉得我们要绑安全带了，因为这次两方的会谈恐怕会严重影响到。不是我们，是赖清德。赖清德如果干蠢事，我们不是也要绑安全带吗？不是一样都很危险吗？所以现在真的这个会谈里头，接下来还有拜习通话，通话只是就已经是针对这个结论做一个再表示而已。所以你认为这是对我们台湾的意义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大概双方真的一定是讨论到台湾问题啦。而且之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讲过，就是2758号决议没有处理到台湾的地位问题。那我想大陆方面应该也很关切美方这一系列的表述。我看了一下白宫针对这个双方会谈所做的一个记者会的一个说明白宫是讲到就是说关于台湾问题，他们的一些表态是讲什么呢？他讲的是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支持两岸和平解决这个分歧，同时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独去片面去改变现状。
那这个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重视和平稳定，台海和平稳定，但是他对于所谓改变现状这个，他是同时要求两边都不可以改变现状。我觉得这个还是某种程度反映了美国在两岸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啊。那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就是说，在大陆的官方的这个新闻发布里头，他们完全没有提到美方的表态内容。那美方的表态那个新闻发布里头也没有提到大陆的表态内容。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表示双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歧见，还是有很大的歧见。但是美方显然是感觉到大陆方面的压力，而且大陆方面已经跟美方开始了所谓美方所期待的双边的会谈，比如像针对这个泰芬尼啦，或者比如像针对所谓 AI 啦，双方都要展开了。因此，然后接着红海的这个问题，大陆也已经出手了。所以我认为美方应该是感受到大陆既给了胡萝卜，当然也有了一些压力。所以未来美方会怎么样把这些讯息传递到台湾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赖清德未来会赖总统当选人未来会要面临到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我觉得另外可以要补充就是关于那个737的那个事情哈。其实虽然你看大陆现在说开始交货，但是其实大陆现在发展的那个919哈，就是大陆自制的这个商务客机，其实是它这个737最重要的一个竞争者。那现在这个它大陆自制客机已经在北京、上海这条线开始这个行驶直飞。那直飞里头它的这个客载率也是非常满的。所以它未来而且它已经今年开始扩大它的生产能量，所以未来我觉得不要看出它现在接收这个737，因为那是之前签订的契约了。未来我觉得大陆可能会更多的使用它本国制造的这个客机。没有这么轻易就可以放过波音吗？接下来看。